这个国家究竟懒到什么程度？国民每天就在家睡大觉，也不出去工作，饿了呢就自己出海捕点鱼吃吃，甚至因为懒，连吃鱼也是用水呢一煮就往嘴里塞，主打就原味儿。他们为了不工作能不劳而获，还多次放弃独立的机会，让新西兰几乎含着泪地养着他们。为啥这个国家会这么离谱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托克劳群岛简称托克劳，位于太平洋中南部，整个岛国由3个珊瑚岛组成，面积不大，只有12.2平方公里，人口就更少了，才1466人。作为太平洋的小岛国，托克劳的矿产资源几乎没有，经济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但好在周围都是大海，有数不清的海鲜，渔业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。按理说稍微努力，靠着捕鱼也能给托克劳带来不小的收入，完全能养活着1000多点人。然而奇葩的是，有着这么丰厚的渔业资源，结果呢，在托克劳努力就跟犯法似的捕鱼，这辈子不可能捕鱼的啦，捕鱼多累呀，还直接把周遭的海域全出租给其他国家的捕鱼船队，每年呢就收那么一点点的租借的费用。看着别的国家在海里赚得盆满钵满，托克劳也无动于衷，丝毫不眼红。相反，他们还觉得自己赚到了，啥都不用干，每年白收一笔钱，这多好啊！毕竟是临海国家，托克劳人呢多少还是会捕点鱼，毕竟不捕鱼就会饿死。而且因为懒，他们甚至不想在吃上多花点心思，捕到的鱼呢简单洗一下就直接放进锅里煮，什么调料都不往里面放，煮了就直接吃。不好吃没关系，填饱肚子就行。估计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托克劳一样全国都在摆烂。为了能继续摆烂，他们甚至连独立的机会都不要，就想着不劳而获。不是，他们究竟哪来的底气敢这么做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托克劳背后的大怨种新西兰了。事实上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托克劳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一开始它是英国的保护地，1948年被划入了新西兰的版图里，直到1994年，托克劳才成了新西兰的自治领地，能实现自治。然而在2006到2007年，托克劳曾2次举行全民公投，说是要独立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同意，公投接连失败。为啥他们不同意？因为这些人担心自己一旦独立就会失去新西兰的援助。要知道，新西兰之所以会管理托克劳，就是想靠着它丰富的渔业资源大赚一笔的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托克兰人简直懒出了天机，不仅不想着赚钱发家致富，还反过来每年向新西兰伸手要钱。而新西兰每年的援助高达600万美元，多的时候甚至接近上千万美元，占了托克劳支出预算的80%。几百万美元预算，2000人不到的人口，你说该不该独立？一顿饱还是顿顿饱？托克劳人还是分得清的。没办法，为了能让他们独立出去，新西兰甚至把联合国都请来了，还是没用。最多呢，只能眼含热泪供养了托克劳这么多年。要不是有新西兰，托克劳这个连淡水都没有的国家，恐怕连水都喝不上一口。既然独立不出去，那只要让他们自己富裕起来不就行了？为了能让托克劳自力更生，新西兰简直操碎了心呢。虽然托克劳的渔业资源丰富，但毕竟是个小岛国，平均海平面也才2米左右，最高不够4米，而且又因为是珊瑚沙质土壤，渗透性强，根本就留不住淡水。所以为了不让托克劳人渴死，新西兰在岛上修建了超30多个海水淡化设备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各个基础设施也都是由新西兰人自己出钱出力建的。托克劳人全程摆烂，像寄生虫一样，就等着坐享其成。本来新西兰认为渔业丰富，那就多送几艘捕鱼船，多少也能赚点钱呢。但托克劳人懒呢，压根就不想动，渔船放在那儿都生锈了。既然捕鱼不行，那就发展一下旅游业吧，好歹也是个岛国，充满了岛国风情。为此，新西兰还特意花了1600万美元，在岛上修了个度假酒店。结果呢，来岛上游玩的游客一年也才1.5万人，而且大多数还都是新西兰人，人多人少，他压根就不在意。反正对托克劳人来说，没钱了就向新西兰伸手要钱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，这辈子也就靠吸血过个一级啦。因为全程混日子，托克劳的 GDP 不足50万美元，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，但一年的支出就多达300万美元，其中亏空的全由新西兰补上。也是因为穷，托克劳还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只靠太阳能发电的国家。这种只要吃喝玩乐的生活，一旦独立就不复存在。托克劳人当然就不愿意独立啊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每天吃喝不愁还不用工作，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起的小手，给了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